俄罗斯轰炸机在阿拉斯加西海岸附近飞行的话题。据俄罗斯国防部24号发布的消息称，俄军2架战略轰炸机在美国阿拉斯加西海岸附近的白令海中立水域上空飞行，飞行时间逾11个小时。泽连斯基认为，必须透过实际行动制止俄罗斯。Ukrainians are wounded and killed every day. Today, once again, Russian bombs hit residential buildings. Even an ordinary bread factory became a target. What's so threatening to Russia about making bread? Action is needed. 泽连斯基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此次访美，他将与所有盟友讨论乌方为俄乌冲突制定的胜利计划。据美媒报道，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包括请求盟友强化援乌武器的打击能力，允许乌军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等。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谈到胜利计划时，向记者表示，目前有许多不同的信息，其中一些还互相矛盾，毫不可信。我们持审慎态度。此外，有美国官员24号表示，美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军事援助，总额约3.75亿美元，这其中包括带有集束弹药的空对地炸弹、海马斯高精度火箭炮系统的弹药、标枪导弹和其他反装甲系统等军事装备。据了解，美国对乌克兰近60亿美元的支持资金将于本月底到期。美国国会正讨论是否延长国防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权限。据报道，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超过562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国防部24号发布消息称，俄军2架图95MS 战略轰炸机在苏 30SM 和苏 35S 战机的护航下，在美国阿拉斯加西海岸附近的白令海中立水域上空飞行，飞行时间逾11个小时。俄罗斯国防部强调，俄空天军的所有飞行都严格遵守使用空域的国际法规。另外，俄罗斯特维尔州一处火药库上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引发巨大爆炸。近日，有网友披露了爆炸前后的卫星图片，显示损毁严重。报道指，爆炸发生后，超过1万名居民撤离。当地居民形容爆炸威力等同于小型地震。除了军事设施，还有铁路被毁，不少民宅也在爆炸中损毁倒塌。此外，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在24号的政府会议上表示，尽管俄罗斯经济依然是面临着巨大挑战，但经济并未下滑，仍在上涨。米舒斯京在当天的会议上指出，由于西方的制裁，俄罗斯的经济面临着巨大压力。但今年前7个月，俄罗斯的 GDP 增长了4.4%，是去年同期的2倍之多。经济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制造业、建筑和农业等实体经济，同时失业率也持续下降至2.4%，处于历史低位。米舒斯京还宣布，从明年起将最低工资上涨16.5%，而这一措施也将增加超过400万俄罗斯人的工资。Неудивительно, что рост мирового ВВП замедляется. Такую оценку дае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валютный фонд. В странах зоны евро этот показатель и вовсе может не выйти за 1%, что говорит даже о признаках стагнации в этой группе государств.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таких условиях испытывает колоссальное давление. Пакеты санкций,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продолжают расширяться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Появляются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финансовые и прочие вызовы. 美台年度的所谓防务工业会议在美国召开，聚焦美国对台军售等议题。而就在此前一天，美26家无人机制造商扎堆窜台，美台新一波军事勾连动作引发各界关注。第23届美台防务工业会议23号在美国费城召开，为期3天的会议将深入讨论如何强化台湾的所谓防务与安全。会中还将特别关注对台军售、双方防务工业合作生产，以及如何解决采购武器的延迟交付等问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叶小迪对深圳卫视分析，这恰恰暴露出美国妄图掌控全世界各方的军事利益的虚伪性。事实上，台媒之前已有报道过，美援台军事物资多有过期发霉的现象，真正获益的只有美国军火商，台当局只不过充当一个提款机的角色。台湾当局其实花费了非常多的那个岛内民众的税收，去购买了大概200亿美元的军售武器，但是这个200亿美元的军售武器到现在都没有被交付，可以
被看作是这个买家已付款，卖家不发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并且这个卖家呢，他还想通过这种开会的方式去延长他的发货期限，来拒绝这个买家的这个收货的请求。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湘平对深圳卫视分析，2016年以来，美国军工复合体不断加强对台军售。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方面向台湾出售武器达到193亿美元。拜登担任美国总统之后，对台各种军售也达到数十亿美元，都严重地违反了中美817公报中有关美国售台武器的相关规定。美国要进一步的去加强跟台湾的勾连。以满足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的这个需要双方的话呢，互相的那个勾连，给我们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给我们的祖国统一大业制造障碍。就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前一天，26家美国无人机系统和反无人机系统制造商代表扎堆抵台，与岛内业界同行、负责武器采购和开发的军方官员以及其他研究人员和工程师会面。有台媒披露，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无人机需求大增，但供应链赶制不及，加上很多零附件都是中国大陆制造，美方想打造一个不依赖中国大陆的供应链。26家厂商窜台，所谓合作，实际是寻找配件供应商和代工厂。深圳卫视注意到，美方访团成员还包括生产臭名昭著的弹簧刀自杀式无人机的宇航环境公司。去年5月，宇航环境公司就曾跟随美国代表团访问了台湾地区专门负责军事技术和武器研发的中山科学研究院和相关无人机企业，讨论台湾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状况。今年1月，中方决定对该公司实施制裁。去年，台军曾计划向美国采购弹簧刀无人机，引发岛内舆论热议。台湾时事评论员介文吉就抨击弹簧刀是摆在每个台湾老百姓家门口的武器。有分析指出，弹簧刀攻击无人机的飞行距离和续航时间，决定了其只能近程作战。作战场景就是在台湾岛上，依托城镇和复杂地形展开作战行动。而一旦台湾岛沦为战场，最终牺牲的只会是台湾老百姓。对于美国无人机制造商窜台，岛内舆论评论称又来骗钱了，合作伙伴是假，提款机是真。然而，台当局防务部门却抓住美国官方组无人机访问团窜台的时机，主动透露由台方研制的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是款多功能无人机系统，还首度公开官兵透过手提电脑及遥感远距操作无人机的画面，但此型无人机仍在验证阶段，尚未量产。外界注意到，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在无人机领域大做文章。赖清德今年3月尚未就职时就参访了嘉义的无人机研发中心，鼓吹台湾无人机发展现在是天时地利及人和，盼台湾成为无人机供应链的亚洲中心。为此，当局经济主管部门近期还组建了所谓无人机联盟。不过有分析直言，台湾地区目前无人机产量不高，想打入国际市场还比较困难，而且联盟内不乏泛绿政治色彩的经理人。中国国民党籍明代赖世宝就讽刺，该联盟充满了图利特定的绿油油们，就是要图利某些倾向于一些的企业，一做的企业都是绿油油的偏绿的企业。